布鲁克联名必胜客是绝世好货还是答辩一波？这里是龙马魔玩，你最好的魔玩测评。咱们来看一看布鲁克的这款闪耀迪迦传奇版做的到底怎么样。关注3连，片头直接启动。首先来看一看这令人难崩的金绿色涂装，我这里是正常的那个日光打光，可以看到还是勉强有一些闪耀的效果在的。然后这一次的布鲁克的传奇版闪耀迪迦，就是在之前的传奇版上做了一层金色的涂装，算是上是类似万代的那个真骨雕的那种涂装效果。然后在日常状态下，你拿在手里大概就是这么个水平。不知道弹幕前的你可以给到几分呢？把评分打在弹幕上。作为噱头拉满的一座，因为闪耀迪迦的可动啊，无论是 Ultra Act 还是真骨雕，目前的价格都是水涨船高。然后这一款呢，它的表现啊，我觉得和真骨雕的外观啊，算得上是接近的，都是那种石绿色的涂装，我觉得很丑。真骨雕的闪耀迪迦之前没说啊，也是这个原因，因为我觉得它的这个涂装算得上是比较抽象的那种。这一款的可动表现啊，就非常拉胯的，和那个布鲁克的传奇版迪迦是完全一样的，水口啊什么的毛病啊都没有改。我觉得劳布的拼装体验还是算得上不错的。但是为什么这里不单独再开一个分件呢？因为这两个败笔啊，我觉得你整个布鲁克的传奇版迪迦都是被这个它的销量啊，都是被这个地方给拖累的。然后金色涂装的水口方面啊，都是没有做任何掩盖的。你正常拼装完之后呢，它这里是会有非常显眼的这种蓝色的水口。然后这里是 UP 拿了个金色简单点了一下，水口的效果勉强算是没那么明显，就是不会让你一眼看出来。但是整体的效果，它这个背部的这个两个大缝啊，实在是太丑。这个也是布鲁克普通的传奇版迪迦的缺点。真不知道设计师是不是脑子抽了，做出这么丑的设计，完全把这个销量拉低了一大半。然后说完本体，也就是它最大的缺点，我没有东西说，因为它这一款布鲁克的闪耀迪迦一个配件都没有给，栽培里奥的光线的起手式啊，然后还有它的那个特效键一个都没有给了，这点算得上是非常拉胯。因为这一款大部分买这个的人啊，应该都和我一个心态吧，不会真有为了吃披萨去买这个。然后主要就是相当于接近3张的售价，换了一个一点配件没有的闪耀迪迦。这个在日常的这种日光的打光下，可以看到它的漆面发色，我觉得算得上是有那么点小味在的。当然这不是商单啊，就纯肉眼的，我拍出来的效果就是你基本肉眼能看到的效果，就没有不做打光和后期，让大家真实的感受到这一款产品的程度。它的身上那个金色的漆是有一些发绿的。总的来说嘛，我觉得如果你是特别想要一个正版有授权的闪耀迪迦的话，拿这个的话还是可以玩一玩的。比例这方面呢，比骨雕的迪迦呢是明显的高一大圈啊。然后和布衣的话比也是要高上一头的，整体的比例和布衣以及真骨雕比起来大概是这么个差距。我个人觉得闪耀迪迦的这个尺寸我倒是能接受，因为我不是严格的比例控，直接快速锐评。总的来说是只推荐迪迦的粉丝购买的一款产品，因为这一款布鲁克和必胜客联名的闪耀迪迦呢，配件方面并没有什么诚意啊，完全没有配件，相当于你用传奇版的光线来换了一身这个涂装。但是这个涂装呢，这个涂装的这个我觉得算是各花入各眼，就我个人来说是能接受到它这个能 get 到它这个闪耀迪迦的水平的。这里也是日光打光一下可以看到那个味还是挺冲的。但是这一款的毛病呢，就是它的逆天大水口，就是布鲁克的传奇版的迪迦的缺点一个都没有改。但是鉴于目前啊，骨雕的迪迦，然后那个闪迪嘛，不是也算是海景房了吧？这个呢，算是一个可以接受的代餐，因为我个人不是比例严格的那种比例警察，而且终极要做的大一点，我个人是非常喜欢的。可以看到，勉强算得上是一个样子货，但是性价比可能会有些低，只推荐真爱党这种。好了，这里是你最好的魔玩测评龙马魔玩，关注3连，后续会给你带来更多更好的魔玩测评。咱们下期见。